进入陕西就意味着要开始大西北自驾之旅了。大西北地广人稀，如果车子在半路抛锚，那将是非常麻烦的事情。在进入之前，最好还是把车子做一次全面的检修。这台福克斯是我在2016年10月份购买的，那时还没有想过自己会做旅游自媒体，所以没有考虑到车内空间的问题，只考虑驾驶舒适性。结合当时的经济情况，最后买了这样一台车。现在看来，这台福克斯的空间相对于长期自驾游来说，确实有点过于紧凑了。所以我建议大家买车，无论是做任何用途，还是优先购买大空间的车。这台福克斯我开了5年了，跑了4万公里左右，轮胎还没有更换过。仔细观察，已经可以看得出来很多裂纹了。老的轮胎裂纹都很明显。由于大西北空气干燥，紫外线强，万一轮胎发生状况就不好了。所以这一次检修，除了做常规保养以外，我还把4个轮胎全换了。这一次我是把4条轮胎呢全部都换了，这是米其林的原装轮胎。这个年份的问题，这是21年的轮胎啊，21年的啊，最新的了，这是今年的轮胎了，漂亮。一条轮胎价格591，但是有一些优惠，所以包装包括4轮定位是2288，4条轮胎，型号是20560R16。这个是叫做平衡机，动平衡，就看这两边的数字，对吧？然后等到它一样的时候就可以了。现在是相差35、25。现在已经是做好了4轮定位了。车子保养好，我继续赶路。在榆林，我就跟一位朋友会合，他叫秋平，是我做自媒体道路上认识的朋友。我们一起游览了很多地方，一路上我们经过很多无人居住的村子。随着现代化城市的发展，很多乡村窑洞都已经被废弃掉了，或者成为圈养牛羊的地方。其实窑洞啊是非常好的房子，但是呢，却被废弃掉了。现在是作为养羊的一个基地了。这里一整排窑洞也是被废弃掉了。现在是进入一个窑洞的院子里面来了。我们可以看到，窑洞到上面地面的距离啊，大概是有个5-6米左右，所以它这个厚度啊是相当厚的。陕北的窑洞是咱们中国的4大特色民居之一，分别有北京的四合院，第2个呢就是陕北的窑洞，第3个是云南的一颗印，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广东那边比较多的就是客家围龙屋。这种窑洞看起来非常的土气，可能被很多现代人觉得住在这样的房子里面呢不是一件非常舒服的事情，但其实不是这样子的。像这种窑洞呢，它有着非常明显的冬暖夏凉的效果。就是我现在是站在外面，太阳呢照射着，大概是有着38、9度的高温，但是如果说在这个窑洞里面，气温呢可以马上降10来度左右。所以说像这种窑洞冬暖夏凉的效果是特别明显的。之前有一位阿姨告诉我，住在这种窑洞里面呢，就算是白天都可以不需要吹空调。我们一路驱车往宁夏方向走，突然发现前方明长城上有很多窑洞。我们停好车，仔细看了一下景区的介绍，原来这是359旅窑洞遗址。在1940年5月，中央派遣359旅4支队2000多指战员驻防定边县盐城部，当时严重缺乏生活物资，战士们就自己动手垒造围炊，在花马池畔长城侧打土窑175孔作为住处。
在这里开展自力更生、打盐生产，拉开了大生产的序幕，支援了革命战争。毛主席还赞誉边区盐业是中央第一财政。这一次俊谷来到的地方比较特别啊，这里是359旅窑洞遗址。它这个窑洞是建在明代长城的里面，相当于是。我看到这些窑洞相对于普通的窑洞来说呢是比较浅，而且现在呢全部都是被铁丝网给拦着，是不能够进去里面参观的。现在已经是文物了，保护起来了。这个地方呢也是不需要收门票的。比起普通的窑洞，它这里的每一个窑洞，它间隔的距离要稍微宽一点。你看，这里起码是间隔了有4-5米吧。远处这边呢是有一个池子，这个池子我刚刚用无人机飞过去看了一下其实它也是属于盐池，因为在这个池子的岸边呢是看到有一些白白的结晶物，那些呢其实就是盐了。这个359旅窑洞遗址这里一整排都是窑洞，一眼望过去是看不到尽头的，相当的多。长城和窑洞我相信大家都见怪不怪了，但是窑洞跟长城相结合在一起的，我相信有很多朋友应该都是第一次看到。现在这里面每一个窑洞都是空的，我们所能够看到的就是经过岁月洗礼过后的那些痕迹。看完359旅窑洞遗址，我们继续前往宁夏的水洞沟。在即将到达目的地的时候，我发现一处被拦腰斩断的明长城。为了开发公路，这也许是不可避免的。明长城是明朝在北方山区修筑的军事防御工程，亦称边墙。长城东起鸭绿江，西至嘉峪关。明长城用料与秦长城相似，而有别于汉长城、隋长城。其中人工墙体长度为6259.6公里，壕堑长度为359.7公里，天然险长度为2232.4公里。东部险要地段的城墙用条石和青砖砌成，十分坚固。它与埃及的金字塔、印度尼西亚的婆罗浮屠和柬埔寨的吴哥窟并称为东方4大奇观。看到了吗？明长城被拦腰斩断。我刚刚呢是去水洞沟的途中，然后刚好经过明长城这个缺口。你看路边呢还是被堵住了，刚刚就是从这个小的缺口过来，车子还差一点碰到底盘，不过呢还是可以过来的。长城是被围起来了，这里有一条界限，写着文物保护。这个方向就是长城的内部，而这里呢就是长城以外了。明长城的里面呢就是属于宁夏，而外围呢就是内蒙古了。所以这个明长城现在也成了内蒙和宁夏的一个分界线了。刚刚在那边有一块公路牌是写着内蒙界。由于这边也是属于黄土高原所以当时在修建明长城的时候呢，也是属于就地取材，用了这种黄泥土来做长城。站在明长城的分界点这里也算是一脚踏两省了。从这里起飞无人机，发现水洞沟就在前方不远处了。水洞沟遗址位于宁夏武陵市的临河镇，西距银川市19公里，南距武陵市30公里，地处银川河东旅游带的核心部位，北与内蒙古鄂尔多斯市相接，是连接宁蒙旅游的纽带，占地面积7.8平方公里。这里昼夜温差大，白天太阳很晒，到了晚上又凉快了下来。我们今天的行程很紧密，到了晚上已经非常累了，索性就在景区停车场在这里过夜了。